铁骑，臣在。本岁长科礼部贡士未取中者，即往岁长科15世以上未取中者，系列其名再造一册，皆赐今岁长科进士出身。陛下，无故事，无先例。今日之事，即是后世之先例。孟氏举城而降，蜀地人心未服。文州刺史全师雄举兵而返，自称新国军节度使，蜀人多有响应。蜀地17州风声鹤唳，颇有动摇之势。王全斌，该死啊！陛下，大军在外，不宜处置兵捆之将帅。下诏申斥，夺其节钺，命曹兵刘光义暂领中军。陛下，若不是他杀了那3万降卒，蜀中能有这番变乱吗？3万人呐，那可是3万条精壮的汉子，便是拉去垦荒，顷刻间也能垦出万顷良田。3、5年间，朝中可多出上百万斛的粮米捐赋，更别说，在这3万人的身后，还有数十万的妇孺。孟氏依然降了，这便都是朕的子民呐。王孟两家在蜀地经营了几十年，人丁户口颇有滋生，粮秣甲仗多有机灵。取益州之资财，充南中之军事，此乃朝廷的国策。可他王全斌倒好，一通大杀，杀得田亩之间再无劳力，杀的妇孺皆视朝廷为寇仇。再加上全师雄这一乱，蜀地怕是没个30、50年缓不过这口气呀。朕只怕天下都定了，川蜀依然是朝廷的祸乱之源。100年、200年，朕不知道何时能够平息。陛下息怒。他杀了3万人，夷天下300年之大祸患。朕没有当即砍了他，已然是看在阿爹的面子上了。兵交将汉，兵为将友，上下裹挟。此中唐以来200年之积弊，白马亦如是，兴教门亦如是。长安天子魏博压兵，5代以来鼎益之机莫不如此。王全斌是自兴教门之变过来时的老人，积习难改而已，并非出于顺逆之心。朕不在意他的顺逆之心，朕在意的正是相公方才所言“积习难改”4字。子平以为呢？陛下，秋岁将至，正是取士之时。臣请旨开长科，以录天下文士，足国家全选之采用。朕问你如何处置武将，你却说要开科取录文臣。薛钦这糊涂装得好啊！文武之道，一张一弛，岂曰糊涂？武将是在马上取功名，文官却全要向科场中求取。国朝定鼎以来，每岁取长科进士不过1、20，制科便更少了。其搏杀之力，实不亚于陷阵搏命。诛心总比杀人强吧？你父亲是世宗皇帝的股肱之臣，
若不是他用谋划策，便不会有殿前司，也不会有朕这个都点检，自然也不会有点检为天子。臣不敢。你是不敢，但尔父未必不敢呐。尔父若在，可以治武臣，可以削藩镇。尔父若在，朕不得着此意。今遂取进士18名，余者沉沦下列，皆太职。朕年少时有幸在冯令公身边随侍着办。那个时候，冯令公与朕讲为将之道，取用了韩非子里的一句话，朕直至今日有铭记在心呐。故民主之力，宰相必起于州部，猛将必发于卒务。回禀陛下，冯令公之言系万世之法。不过，非不为也，实不能也。何解？自中唐以来，受节度使以经节，委治地方，清民官大多出自幕府，再加上于今四海分崩，列国分据，国朝所辖县治不过600余，吏部所能出官者，实不足200。朕所知600余县，而今后蜀已定，那便是700余县。常科取进士，每岁不过10-20人，太少了，不足用。清民官还得用读书人呢。需缓缓图之。哎，这些诗文朕都看了，写得不错，可不会作诗，未必不会做事吧？常科取士，需酌情放宽一些。常科乃伦才之典，深言疏判，允德允贤，以诗赋取之，乃大唐之固典。吾得少才之辈，不得跻身其中，此天下法，虽人主，不得轻易之。方才卿言，沉沦下列者太之，那究竟太去了多少人？今遂与常科之士者，共计378人。取中18人，太去了360人，20取1，此非圣世之法。彼辈既伐财掠，焉可领土之民？唉，总比拎刀子的强些。薛子平之贡举，用典上稍差些，都要列为下等，就更不要提诗赋了。自古诗文无第一，边塞诗凭什么就要低太白一等？就是啊，一开口便错了。自冯令公以来，独推杜工部，什么要塞，什么太白，都是浮云。池中鱼鳖应相和，从此方知有主人。冯令公自家作诗，却也不学杜工部，偏生要为难我等。冯令公所言鱼鳖，骂的正是耳背。你，司马普，老兄赴常科应试有40年了吧？你这般懂得冯令公的诗，他老人家为相30年，也不见他取你做进士，做得一官半职。少年人手不能提，肩不能担，不能术数不知民情，诗文做得再好，也是废物。冯令公为何要取我做官呢？四十载无一中，确乎是个废物。700年前，司马氏做天子，40年而天下大乱，乃是废物。现在700年后，司马氏赴中科，40年不得中啊，亦是废物。这700年的废物，真的是前无古人，后不追来者呀！
这次考得不成，我也只好回乡去喽。先生，我家主人相邀，还请先生不吝赐教。尊驾是同是长科沦落人，先生请就坐。先生请。你不是举子，是兵子。何以见得呀？足下的家人虎口上生着茧，一看就是常年习武之人。再看足下，坐于街边石寺之内，脸上却无丝毫悲切之情，反倒一副坐于中军帐内的从容气度。你再看店家小厮，怯怯然而不敢近前，只因身上杀伐气太重，血腥味道太浓了。便是不曾得掌荆节，应该也是一个厮杀多年的军中大将，对不对？老先生长科不遂，对军中之事倒是熟人得很啊。屡试不第，20年前曾入藩帅幕府为记事。哦，那既为幕职，为何不求藩帅荐个出身？他做了残民之贼，南下去避祸，老夫不曾追去。不知是哪位藩帅？黄甫辉。这位藩帅那可是能与当今天子临阵致师的猛将啊！那不也是个兵子出身的天子？兵子出身，便做不得天子吗？做得，太做得了。朱全忠是兵子，李天下是兵子，石敬瑭、刘知远、郭威不皆是兵子吗？前朝的世宗皇帝不是兵子，可惜呀，天不假年，最后还是换了位兵子上来。老夫活了偌大的年纪，这天底之下最不缺的便是丘八天子。既如此，老丈为何又进京来赴长科呀？老夫长科出仕，求的是一州一县临民而治，无意做天子私人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老先生既求长科出仕，管阁也好，州县也罢，都是当今天子之臣，又有何意？我问你，冯令公又是谁家之臣？天下板荡，大道风起，兵强马壮者为天子，圣道不存，奉一人者为鹰犬耳。当效冯令公，奉天下梨树而臣之。我说的不对吗？你随我来。臣等恭迎陛下。学期，臣在。
本岁长科礼部贡士未取中者，即往岁长科15世以上未取中者，系列其名再造一册，皆赐今岁长科进士出身。陛下，无故事，无先例。今日之事，即是后世之先例。朕是个不通文墨、不懂故事的天子，故而要为天下开了这个先例。陛下，长科取士，应由礼部册明入奏，天下谓之正途。今陛下降降恩，宜分其途，正其名，以示天下以公。长科取士，谓之正奏明；今日之事，谓之特奏明。长科举子司马溥，凡40年不得一中，今以特奏明取之，赐进士出身，特旨全序，为枢密院承旨。臣奉诏。先生有人天下之心，朕亦有人天下之志。朕虽是求拔天子，却不是张彦泽、黄甫辉。臣司马溥奉诏谢恩。陛下如天之幸啊！宋军身陷巴蜀，元气有伤，不能取巴蜀之资财、人丁、田亩，亦不能常伐蜀之粮秣给养军士。纵使祸乱有平，大军回师，灭国之赏足以使那府库为之一空啊！加上还要捐免赋税，以抚蜀人，此一进一出，臣断10年之内，宋人再难举大军南下。陛下安矣，社稷安矣，大唐安矣。陛下如天之幸。宋天子会这般想吗？陛下可检贡以示之。检贡是。入夏以来，江南7州20余个县遭受了水灾，要救济灾民，还要捐免粮赋。今岁之贡士，不及往年之半数。宋皇如天之德，想必不会介意的。这是行险。行险？那陛下不如以此不明之理示之。朕闻得江南水患，有多少州县遭灾？启奏陛下，共计7个州，28个县遭灾。有多少人罹难？没于水淹者，计23521人，毁坏房舍8900余间，淤没田亩近10000顷。今岁的日子不好过呀。是。今年那20万两匹银券，朕不要了。徐亲，你将那些财帛都拉回去，与你家主上说，
天下纷乱了近100年，家家户户日子都不好过。他既是江南地主，自当爱抚梨树。该眷免的钱粮当眷免，该赈济的州县当赈济。朕不拖他的后腿。只有穷家小户的日子过好了，朝廷和官府的日子才能跟着好过。陛下，如天之人，谈不上，都是自乱世活过来的，彼此体谅罢了。朕是个丘八出身的天子，从来不打诳语，而君臣也大可不必揣测试探。不明之礼，是朕许给你家主上的恩典，既是恩典，朕不许你辞，你便不能辞。听明白了吗？臣明白。而君臣好生去做，只要江南州县国泰民安，立誓，便是僭越尊号，与朕并驾齐驱，朕也未必做到。可若是误了灾情，使得江南民生涂炭，朕凭却这日子不过了，也是要吊民罚罪的。听懂了吗？怒。天子大气魄，这是将南唐一国视为囊中之物了。这是敲打，更是警示，是告诉南唐君臣，不要以为宋军在蜀中泥足深陷，无力南征。赵官家是天下的官家，而这天下不只有中原吴越，也有他南唐李家在内。朱清想多了，如今的大宋天子也好，汴京的赵官家也罢，和当年少年义气、纵横汴梁的赵大郎，应当还是同一人吧？请大王明示。孤认识的那个赵大郎，不会绕着弯子说话，亦不会拿着言语故弄玄虚。他是如何说的，便是如何想的，也会如何去做。国中一遭水患，亦有庶民流离失所，赈济也好，捐免也罢，这难道不是应该做的事吗？若是不做，或做得不好，百姓活不下去了，那便是天子不问，朝廷不问，难道国中不要其反吗？知州也好，县令也罢，若做事治下子民积馁涂炭而不顾，难道不应拿来问罪吗？如此浅显明白的道理，放在国中政事上，朱清都明明白白的，怎么如今从天子口中说出来，朱清反倒是不明白了呢？朱清啊，须记着，这天下既有百姓，赵、钱、李、刘，不过其中4姓而已。朕想了许久，今岁的钱粮还是不能尽数捐免。那陛下何意啊？如今宋廷亡我之心不死，天下如此，还远未到严甲休兵之时。长江纵为天堑，却没有一支强兵往来巡守，也保不得一世平安啊。陛下之忧，
诚为可虑。只是今岁要练水军，